不可否认，这些年在家庭装修中非常盛行温馨的原木风、奶油风装修，那种浅色系与原木色的搭配，让家多了一丝烟火气，温馨感十足。但是，大部分人在选择地面材料时都很纠结，归根结底是因为地板虽满足了原木风的温馨感，但防潮性差，售后问题多。瓷砖虽说不怕水，但又没有地板那种天然的木材纹理。当木纹砖这个产品进入家装市场后，它的出现是否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？那木纹砖都有哪些优缺点？为什么有些人用过之后就后悔了？在我看来，木纹砖虽然优势明显，但也有4个突出问题是硬伤。一、为什么有些人会喜欢木纹砖？它有哪些优点？一、木纹逼真，颜值高。从视觉角度看，木纹砖表面花纹是仿造天然木材纹理，所以铺装后具有木地板的视觉效果，颜值很高，铺装效果显着非常高档。而且木纹砖还可以不同造型铺贴，例如人字拼、鱼骨拼等。2、耐磨度高，不怕水。从耐用角度看，木纹砖是砖类产品，非常耐磨，同时还不怕水，特别适合南方朋友，既享受到木地板的颜值效果，又不怕潮湿的天气环境，售后问题基本没有，非常省心。相比较之下，木地板耐磨度不够，需要精心维护，而且木材遇水之后膨胀变形，情况严重的话还需要更换地板，且售后问题也多。3、环保，无甲醛。木纹砖对比木地板还有一个较大的优势，就是木纹砖是瓷砖，环保无甲醛。很多朋友因预算等原因没办法选纯实木地板，而选择3层实木、多层实木，甚至是强化地板，那么选择这几种产品就会面临选不好就存在甲醛隐患。尤其是在地热盛行的北方，地热会使地板加速释放甲醛，所以这也是很多人选择木纹砖的原因之一。凡事都有两面性，木纹砖也是如此。很多人装修新房之前，因为没有经验，自然而然的会去网上看看别人家都装什么风格，用什么材料，包括小编也一样的。看到有网友家用木纹砖，装的效果也是自己也喜欢的，就盲目跟风。但等到实际用过之后，才发现木纹砖不可避免的4大硬伤。2、为什么说有些人用过木纹砖会后悔？它都有哪些硬伤？1、平整度差，质量参差不齐。因为木纹砖大多数都是由大砖切割而成，有些避免不了就出现了中间拱两边翘的现象。越长的砖平整度越差，铺贴后存在高低差不平的情况。听熟悉的瓦工师傅说，基本每个品牌的木纹砖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这种情况，并且上网看网友真实反馈后，几乎都有铺装后平整度相关的缺陷。网友真实反馈暖洋洋，虽然一直知道木纹砖容易铺不平，但是我那最高最低的那一个地方都有 0.4 至 0.5 厘米了，返工了一共8片，还刚好赶上我这边安装中央空调的时候来返工，现场真是乱得一塌糊涂，闹心。橘子的家最初选木纹砖其实并不是为了省钱，总之一言难尽。虽然也了解过木纹砖多少会有铺不平整的情况出现，但这个高低差我真的哭了。2、表面藏污纳垢，不好打理。为了仿照真实木纹的感觉，有些木纹砖表面采用了凹凸有纹理的设计，表面不平整，在日常打理卫生的时候，这些有纹理的地方就容易藏污纳垢。很多人买的时候没多想，都觉得瓷砖都是好打理的，用过之后才后悔，当初不如买平面的了。网友真实反馈周瑶瑶，听我一句劝，尽量不要买表面有纹路的木纹砖，不然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，擦的我手抖啊，太能藏污纳垢了。兔子还是想劝想买木纹砖的朋友，别选表面纹路太深的砖，卫生真的难搞。3、造价高，人工费贵。市面上的木纹砖质量良莠不齐，价格也是一样有高有低，买个大品牌好一些的木纹砖，其实算下来还是比实木地板便宜不少的。但是买砖的费用可不是铺装后的费用哦，后期的沙子水泥先不算，人工费70100平方左右，加上美缝费用2580平方左右，整体算下来要约合200300平方了，这个价钱都可以买到原木地板了。网友真实反馈阳光，木纹砖比普通瓷砖要贵一些，还可以接受，但后期真的太费钱了，上楼费、人工费、环氧采砂、美缝钱加一起，不如买木地板了。4、美缝不好做，容易翻车。大家基本都知道，木地板是卡扣式安装的，把每片地板按照卡扣的朝向拼好就可以，而木纹砖是瓷砖，
都是用水泥砂浆铺贴在地面上的，正常情况下都是要留收缩缝，然后用美缝剂填好缝隙处。但是由于木纹砖本身会存在变形的情况，铺贴后2个缝隙处有高低差，这就导致美缝的时候不好施工，后期高低差更明显了。网友真实反馈 ：I can see you， 装修到现在脾气都被磨没了，但是这次的坑真的很大，木纹砖高低不平，美缝之前看不大出来，美缝以后特别明显。工长说是砖的问题，为什么不早说？气愤。再有就是选择美缝的材料，大多数都是美缝剂或环氧彩砂。美缝剂因为是亮面的质感，所以用在亮光瓷砖上效果会更好。环氧彩砂是磨砂哑光质感，所以用在抛釉砖、仿古砖等哑光瓷砖上效果更好。因此，木纹砖建议选环氧彩砂效果更好。建议大家在填充材料颜色的选择上，还是自己多费心，尤其一定要在白天趁阳光正好的时候选颜色，别像下面网友一样选错颜色，追悔莫及。网友真实反馈：乌林凯，装修用的东西一定要自己确认，别听推荐。本来原木风的家变成孙悟空的眼睛爆闪，有种有家不想回的感觉。贝卡，本来和师傅沟通好颜色了，上班不在家，家里老人却直接改成金色，说是大气，真的好像袈裟，已经重做了。必须要承认，木纹砖相比于瓷砖和木地板有着天然的优势，但不可忽略的缺陷也很明显，所以在选择时切勿盲目跟风，适合自己需求的才是最好的。最后，也希望这篇文章能让大家在选择木纹砖的时候带来一些参考和帮助。终将被时代淘汰的5种家电，你家还在用吗？家用电器一直是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生活之需。不可否认，随着时代的进步，家电产品层出不穷的创新更替，有些传统电器正在淘汰的边缘。本期小东根据做家居博主多年的经验，总结出5种正在被时代淘汰家用电器。如果你近期有置换家电的需求，建议认真看完。在这花了不必11次。饮水机，传统式饮水机，相信大家并不陌生，就是那种上方是饮水桶，下边是主机，插电后就能出冷热水。在前些年技术还不发达的年代，几乎是中产家庭的标配。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随时更方便地喝到热水。但为什么现在很少见到这样的饮水机了？其实这种传统饮水机有几个比较大的缺陷：一、水的温度没办法调节，没有恒温水，只能喝到冷水或热水，而且内胆加热不能把水完全烧开。二、饮水机的内部难以清洁，容易堆积水垢，滋生细菌，长期饮用对身体健康有危害。三、上置式水桶的这种设计，每次换水也非常麻烦，而且没有防干烧功能，还存在安全隐患，所以在家庭中已经很少有人再买这种传统饮水机了。如果有饮水需求，建议大家选择即热式净饮一体机或是茶吧机，这些功能更全、安全性更高的新型饮水设备。消毒柜，前些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健康意识的提高，家用消毒柜曾经也是热销产品，不管台上、独立式还是嵌入式，都销售火爆。这么说吧，消毒柜的功能还是很实用的，不仅能对餐具消毒烘干，还能充当碗架柜使用。但其实消毒柜在使用中自身的缺点还是比较明显的：一、功能过于单一，消毒柜只能消毒，而且还很耗电，所以也导致它在家庭中使用频率并不高。二、消毒效果不足，消毒柜一般就是采用高温、臭氧、紫外线几种杀菌方式，即便是组合，也有消杀不足的状况。三、不能长期存储，消毒柜没有通风换气功能，所以餐具放久了还会存在2次污染的情况。总体来说，家用消毒柜属于改善性厨房电器，但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技术上依然没有升级。随着家用洗碗机的崛起，已经完全取代了它的价值，所以被逐渐淘汰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太阳能热水器，在科技没那么发达的年代，太阳能热水器算得上家庭中的刚需电器了，主打节能环保。热水便捷，确实给大家在生活中带来很大的便利性。省的热水器是11次越多的可替代它的产品，不论是功能方面还是节能方式也更加全面。虽然太阳能热水器的便捷性也不再是优势，近些年开始走下坡路了。其实太阳能热水器之所以会被市场淘汰，我分析有3点原因，大家看看是否认同我的观点。一、使用不便，太阳能号称节能，它缺陷就是靠天供热，一旦天气不好就失去了它的作用。
2. 舒适度不佳，太阳能热水器的温度不稳定，夏天水温太热，冬天水温太凉。3. 维修养护麻烦，长期暴露在室外，风吹日晒的，维修损坏的几率很大，而且还需要定期清洁，不然杂质和泥沙容易残留在管道内部。除此之外，和更为成熟的电热水器以及燃气热水器相比，节能优势已经不在，随之还暴露出安装和使用不便的缺点，所以慢慢也就被更好的热水器这话让省国直冷冰箱。说到这话让省国市面话让省分为直冷和风冷两种，其中直冷冰箱的性价比更高，称得上是物美价廉，而且曾经也是家庭中的主流冰箱，甚至屹立不到这么多年，自然有它的原因。其实直冷式冰箱得益于它结构简单的优势，可以说出现的故障率非常低，省得运行时噪音也小。但是话说回来，现在买直冷冰箱的人越来越少了，究其原因，逃不过以下几点。1. 直冷冰箱最麻烦的缺陷就是容易结霜，如果不经常性清洁冰箱，时间一久，冰箱内部就会形成一个个的冰层。2. 制冷温度不均匀，直冷冰箱靠近内壁或者是离蒸发器太近的位置，温度太凉，经常有食材被冻坏的情况，而且直冷冰箱异味大。3. 因为自身技术原因导致始终无法把冰箱容量做大，大多数都是3开门或双门小容量款式。综上所述，显然直冷式冰箱已经没办法满足现代家庭的生活需求了。风冷冰箱的优势胜在无霜，虽说价格贵一点，但制冷效果好，且容量更大，选择款们样式更多。定频空调，实话实说，作为家居博主，我也没想到定频空调会被市场淘汰。要知道，这在当年它可是市场的主流产品，几乎是家庭中的标配。其实定频空调卖得好，肯定有它的优势化，比如制冷速度更快，而且相比于变频空调，价格还要便宜很多。另外，结构不那么复杂，维修费用也低。那现在空调市场为什么很少有定频空调了呢？甚至国产空调品牌省都不再生产了。原因有3点： 1. 节能性差，比较耗电，定频技术无法调节温控，自然比变频耗电。现在国家提倡节能减排，这也是淘汰它的主要原因。2. 定频空调在工作中一旦达到设定的温度，就会停止运行，室温升高后又会重新启动。这种模式不仅耗电，同时启动时也会带来很大的噪音。3. 舒适度低，定频空调的压缩机在工作中会频繁启停，这也导致它的温控不够精准，室温忽冷忽热。反观变频空调，温控更为精准，不会出现时冷时热的情况，明显舒适度更高，而且噪音也小，长时间使用也比定频省电。关键是它的制热效果也比定频空调好，更适合家庭使用。新房装修，第一时间就
其实壁挂式马桶就是把马桶挂在墙面上，所以也叫挂墙式马桶。与传统的落地式马桶相比，它最大的优势就是无地面的卫生死角，而且安装后简洁大方，颜值颇高，因此也非常受年轻人的青睐。近些年可谓是红极一时。客观上来讲，壁挂式马桶确实有它自身的优势，但现实情况是，有不少装过壁挂马桶的人都有些后悔了，甚至很少建议别人装。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？为什么风靡一时的壁挂马桶会跌下神坛，不受大家待见了？其实，在我看来，原因也很简单。都知道壁挂马桶颜值高、易清洁，但却忽略了壁挂马桶的缺点。如果你家卫生间也打算装壁挂式马桶，建议你不妨了解一下它的这些弊端再决定。一、造价高，款式少。虽说壁挂式马桶颜值高，但成本造价却出奇的高。市面上普通马桶，即使买个大品牌，不过才1-2千元，但如果是壁挂马桶，价格至少要贵1倍以上。而这还仅仅是马桶自身的价格，还不包括后期安装和砌墙的费用。其实，壁挂式马桶与普通马桶的区别，仅仅在于它是暗藏式水箱，比算不上什么高科技。但一些国外牌子，动辄大几千，甚至上万元的售价，简直是暴利，溢价太高了。而且，因为壁挂马桶目前还不是市场上的主流产品，所以选择的款式也比较少。一旦后期坏了，型号升级，配件也很难买到。总体来说，壁挂马桶市面价格至少在5000元以上，再加上少则几百，多则上千的安装费用，以及后期的砌墙成本，综合算下来，价格确实不菲。所以，这也是大多数普通家庭不选择壁挂马桶的主要原因。二、冲水噪音大。有些人会说，壁挂式马桶的水箱是预埋在墙里，所以它的隔音效果好。那这一点是毋庸置疑。但其实马桶的上下水声音并不大，反而是它的冲水噪音才是咱们更应该关注的。要知道，壁挂马桶是墙排的，所以马桶必须是直冲式。用过直冲式马桶的人都知道，它是靠高水位、大冲力把污垢冲走，所以它冲水时的噪音声特别大，并且一些较轻的污物漂浮在水面的话，会有冲不下去的情况。反观落地式马桶，大多数是虹吸式的冲水方式，不仅冲水噪音小，静音效果好，而且还不会反味，冲水效果也是没话说，即使扔10几个乒乓球在上面，一样能吸进去。三、并不省空间。很多卖卫浴的厂家宣传说壁挂马桶更省空间，其实根本就是个误导。虽说壁挂式马桶的水箱是安装在墙里的，但实际上暗藏水箱的面积也是从你家卫生间里挤出来的，所以表面上看似省空间，其实只是个错觉而已。就拿壁挂马桶的水箱尺寸举例，普通水箱的高度也至少在90公分左右，其实马桶墙壁的宽度也要65公分以上，墙体厚度在20公分。除此之外，墙体外的马桶自身的尺寸一般也在55公分左右。再来对比一下普通落地式马桶，它的宽度一般为40公分左右，高度80公分。所以大家不难发现，安装壁挂式马桶反而更浪费空间。四、舒适体验差。壁挂式马桶区别于普通马桶，它是悬挂在墙面上，所以从使用上来说，肯定没有落地式马桶有安全感。虽说它理论上可承重400斤的重量，但对于一些身宽体胖的人来说，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心理负担。另外，壁挂式马桶还存在安装高度问题，安装高度太低的马桶下面卫生不好清洁，也失去了壁挂马桶的意义。但安装位置过高的话，对于个头矮的人使用上就不太友好了，因为坐在马桶上面需要踮脚，或者干脆双脚离地。短时间还好，如果上厕所时间长，必然会很累，甚至出现腿脚发麻、站不稳的情况。所以，如果家里有老人或小孩子的，出于安全和舒适性考虑，真心不建议选择壁挂式马桶。五、后期维护麻烦。壁挂式马桶至关重要的缺点就是后期维护维修困难，马桶的水箱用久了，可能会出现开裂、漏水等情况。如果是普通落地式马桶，维修起来比较简单，即使修不好，大不了换一个也非常方便。但如果是壁挂式马桶，出现水箱漏水、水件松动的情况，维修起来就是个大工程，搞不好还需要砸墙维修。虽说壁挂马桶在安装时也会留一个检修口，但封起来的马桶维修难度可想而知。另外，壁挂式马桶不是市场上的主流产品，所以对安装技术较为成熟的师傅也少之甚少。
综上所述，壁挂式马桶颜值高，地面卫生好清洁，的确是它的优点，但成本造价高，后期难维修也是不争的事实。而且相比于落地式马桶高出那么多的价格，体验感不仅没有很大的提升，反而还降低了舒适感与安全性。当然了，除非有一种情况，就是你家排水的卫生间想要做马桶移位，那么壁挂式马桶是首选的解决方案。否则的话，从实用性的角度，还是推荐大家选择普通落地式马桶。说到装修这个事，相信大家都会经历至少一次，甚至好几次。那你们家在房子装修这个事上分歧大吗？毕竟房子要一家人住在一起的，要想装修进行的顺利，首先不能一言堂，但也不能每个人都有主意，不然真的会打起来。拿小编举例，当初小编仗着有些家装常识，便想着按照自己思路装的都是对的，但家里人不同意，毕竟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我就也表面屈服了。但是入住后，这些设计细节真是让我始料未及，越用越实用啊，真的香。很想说，再装新房我还这么装。一、入户门贴膜改色。当初装房子的时候没有更换入户门，因为觉得地产商给配的入户门质量很好，家里人唯一不满意的就是颜色太老土了，是猪肝红色的，跟装修风格不配。但是我觉得反正也是在门口，不影响什么。入住之后是越看越突兀，就想换个门，家里人不同意，说几十块就能搞定的事，非得花冤大脑袋钱。果然会过日子的人就是不一样，贴完跟换个门似的，又便宜又实用。有改色需要的朋友可以跟着学起来。小编家里选的是汽车贴膜改的色，缺点嘛还是有一些的，门造型处会有一些贴合不完美，但可以接受，优点还是蛮多的。省钱就不说了，贴膜特别适合有小孩的家庭，没有味道，刷漆的话会有味，而且后期不喜欢了，把膜撕掉换一张贴纸，又变一扇新的门。二、满墙电视柜。按照我的想法，客厅背景墙是要用岩板做造型的，还是家里人不同意，原因是嫌家里储物空间少，再加上隔壁邻居家做了满墙的电视柜，又有收纳效果还好看，所以我的想法直接被 pass 掉了。但是使用之后是真的香啊！原来想着家里能有多少东西需要收纳，怎么就能不够装？事实是不要小瞧家里人的购买及囤货能力，真的很能装，简直可以比拟一个储藏间的收纳能力。做的无拉手设计，整体效果完整，显着很大气，跟风格相得益彰，也不会觉得压抑。小编真心建议，家里柜子能多装一定多装，越多越好，后期过起日子来，你一定会感激我的。三、万向水龙头。当初装修时选的是普通的水龙头，入住后小编就想给它换成可抽拉的水龙头，想着临时洗个头和清理手盆的边边角角，多方便多实用啊！但家里人不同意，嫌贵又嫌费事，直接在网上买回来这个万向水龙头。用过之后，小编只能感叹一句，用着真香。万向水龙头可以随意旋转固定，不像抽拉水龙头还得一只手拿着龙头才能洗头，刷牙也可以不用漱口杯了，直接活水漱口，主要才10几块钱，真是经济实惠，便宜好用。四、金属踢脚线。说到地踢脚线这个事，真是当时装修选材跟家里人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了。我主张用实木踢脚线，高端大气上档次，家里人不同意，说我是土老帽，现在装修都用金属踢脚线。果然装上效果非常洋气，颜色也比较全，各种各样的，而且偏哑光，非常有质感，实用性也是蛮多的。它不仅防潮防水，关键还防火，最主要环保安全。后期如果需要拆卸，卡扣式设计也很方便。五、极简地轨推拉门。关于厨房推拉门，我的想法是做吊轨推拉门，原因是好收拾卫生，而且地面瓷砖完整性好。家里人强烈反对，理由是担心有掉落风险，而且封闭性一般，做菜时油烟会跑出去，并且推拉次数多的情况下还有晃动的情况。后来在网上看到这个极简的地轨滑道门，一下子就把困扰我的问题都解决了。这种极简的滑道是直接在地砖上开槽，然后把极窄的地轨放进去，既好打理卫生，封闭性也好，还安全稳定，真心推荐。六、橱柜免拉手柜门。家里之前的橱柜都是带拉手的，时间长氧化变色，油烟熏的，还有卫生死角。最主要现在不流行了，
本来橱柜厂家推荐的是反弹器开门，感觉不错，但家里人反对，理由是查阅网上资料，评价都不太好，反弹器不灵敏，后期干脆失灵了，诸如此类的评价比比皆是。后来直接选的门板延伸的做法，还省了不少配件钱，后期效果真的不负众望，不仅干净整洁，颜值高，又特别好打理卫生，整个厨房空间更加宽敞大气。最后，小编建议吊柜、地柜一个颜色，这样整体颜色更配套。7. 金属衣柜。卧室不大，还想拥有衣帽间的朋友看过来，强烈推荐大家尝试金属衣帽间。我也是被家里人成功安利的，原先想着还是做个衣柜就行了，结果被家里人教育了，告诉我现在都流行装金属衣柜，后期效果和实用性真的超出预期，增加了至少1倍挂衣空间，同时省去了不少叠衣服的时间，也不用担心衣服褶皱的问题了，并且一开柜门，衣服在哪一目了然。同时，金属衣柜在成本上也大大节约了预算，差不多2平多的面积，1000多块钱就能搞定。最主要也没有甲醛问题，又省钱又安心，颜值也不输正常隔板衣柜。装修房子真的是一个大工程，里面的细节也是不胜枚举。以上这7个小编家的装修细节案例，真心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新的启发和借鉴，同时帮助你提升居家的幸福感。一张床垫对睡眠健康的影响有多大，你知道吗？要想一夜好眠，跟选好床垫是息息相关的。一张好的床垫能给我们带好的睡眠，好的睡眠才会有好的体质。我们一天24小时的时间里，有约1/3的时间都在床垫上度过，觉睡不好就会浑身不适，一天都没精神头，更有甚者会失眠、腰酸背痛等。并且长期睡在不合适的床垫上，会直接影响脊椎健康，导致一系列病症的产生。本期小东就跟大家说一说这5种不建议买的床垫，不是瞎说，都是多年的经验总结。1. 不买整网弹簧床垫。整网弹簧，它的结构依靠钢丝互相勾连组成，虽然有很好的支撑性，也可以承受很强的重量，并且有不容易塌陷的优势，但是这种结构最大的缺点就是睡感比较偏硬，而且抗干扰性差。像市面上的一些快捷宾馆或酒店，一般都是采用整网弹簧的床垫。如果是经常出差住宾馆的朋友会深有体会，夜里睡觉一旦翻身，床垫受积压就会发出各种声音，比如弹簧之间的摩擦音、弹簧回弹颤音、弹簧拉扯音等等。遇到睡眠质量不好的，受声音干扰就会影响睡眠质量。综上所述，对于睡眠浅的朋友，真心不建议买整网弹簧床垫。相对而言，更推荐选择独立袋装弹簧床垫，每个袋子都是一个个体，相互不干扰，静音效果也是最佳的。2. 不买分区多的床垫。什么是分区床垫？简单来讲，就是可以根据人体不同的构造，如头部、肩部、腰部、臀部等区域调节成不同的软硬度，从而来缓解人体疲劳，改善睡眠。目前市面上最常见的就是3区床垫。最初设计3区床垫是针对欧美体重严重超标的人群使用的，如图。之后经过技术升级，又在3区的基础上研发了5区、7区、9区，甚至11区，从而来宣导自己的产品功能更全面，睡眠体验感更好。但事实上，多区床垫根本经不起推敲，或者说实际使用后达不到宣传所说的效果。先给大家科普一下，其实分区原来很简单，就是利用弹簧线径的粗细来划分出不同区域，人躺在上面所产生的受力程度不一样，来实现身体不同部位的支撑力。但是咱们可以试想一下，人会有高矮、胖瘦之分，而且睡觉的姿势也不会是一个样子，所以分区的受力点肯定是不一样的，或者睡一睡就会偏离分区，从而使实际效果大打折扣。因此在我看来，除非是量身定制或者能达到智能设置，随时调节分区，随着你睡觉时的变化而变化，不然真的没啥太大的作用。所以奉劝大家，如果考虑分区床垫，选择基本3区足够了，没必要多花钱去当冤大头。3. 不买卷包压缩床垫。不夸张地说，现在市面上的卷包床垫快成网红产品了，一整张那么大体积的床垫居然能塞进一个小小的盒子里，
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。对于商家来说，不仅节约了仓储空间，还方便运输。当然，如果做出口，但物流成本也至少节省了一大块。而对于消费者而言，运输和入户也非常方便，尤其是特别适合楼道狭窄、电梯进不去的住户。那这种压缩卷包床垫到底值不值得买？我的理由是不推荐，原因如下。第一，边缘支撑性差，容易溜边。像这样床垫想要卷包压缩，就必然要去牺牲一些边缘的硬性加固支撑，例如 M 型加固，所以四周的支撑性不会太好。说白了，就是床边部位特别容易形成边缘塌陷。第二，弹簧偏细，睡感偏软，这一点也很重要，就是卷包床垫太软，不太适合国人体质，因为它用的是线径系的弹簧，细弹簧耐用性不高，而且支撑性差，睡感偏软，特别是小孩和老年人。除此之外，压缩床垫放置超过3个月，弹簧不仅无法恢复原来的形状，还会影响使用寿命。4. 不买杂牌、没有品牌 logo 的床垫，这点常识相信大家一定都是明白的。就算买东西有预算，也有预算有限的情况，但是也不要因为不懂、不专业和贪便宜，就买听都没听过的杂牌产品，甚至产品上连品牌 logo 都没有的。这种床垫质量和环保性都要打个问号。虽然品牌不等于质优，但至少品牌都有专业背书，一般也是靠产品质量积累的口碑。价格虽说会贵一些，但起码服务和售后都有保障。5. 不买大牌溢价高的床垫。买床垫最重要的还是选材料、看配置。买品牌当然没问题，但如果为了追求品牌，为了撑面子而买，就没有必要了。就好比某明星自用的海思腾 HE4STENS 床垫，一张床垫好几百万，真的是普通人无福消受的存在。另外，一些大品牌高端床垫品牌溢价也会更高。差不多配置的情况下，坦白讲，大牌高端床垫的水很深，差不多一样的配置，价格相差悬殊。某些品牌的床垫性价比真心不高。当然，不是说高端床垫不好，只是对于普通家庭来说，根本没那必要。一张床垫它的寿命周期也就是8到10年，材料用的再好，也会变形老化，影响使用。所以买床垫真没必要为广告费和品牌溢价买单，咱就选个国产牌子，挑个销量高的，价格在3、5千左右的就可以了。选床垫不是越贵越好，首先材料必须要环保，其次睡感要适合我们自己。只要满足这2点，一般价位的床垫也可以放心用。以上的床垫5不买，也是根据以往的从业经验总结下来的，希望大家买床垫时别踩坑。